版有英文哦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最感一定。这比较碗面，最正常脸，然后还有腋下，要关。啊！我听到声音了，我听到啪一声，我很怕他手肘直接把阿姨订婚。你当然一个豆豆，不要玩我的豆豆好吗？这个痛啊！今天是台湾寒流来，最冷的一天。来看看。这个气，哦，真的假的？下湖啊！耶！大家都一直抖啊！我不会你给我们吃不够了。我要烧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他也要烧啊！我要烧。我天哪！加油！这么烫的铁，这样子烫它也不会痛。它稍微稍微这样子哦。我是拿反。没有，稍微角度调整，然后往后拉。哦，我看不到啊。俗话说得好，行行出状元，各行各业都有他的专业和专精。你可以称呼为达人，也可称为职人。无论如何，只要跟对人，没有不可能。今天是台湾今年最寒流来，最冷的一天。他们说今天就是会造高手，然后也不跟我讲要干嘛，再递树枝给我。我有时候也不知道志哥到底要干嘛。他今天选这个日子，我蛮担心的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钓那个虾虎，那个叫做叉舌虾虎。没听过。对啊，没听过。还有一种叫做中华乌汤鲤，那个都是高经济价值的，然后在外面吃不到也买不到的。我们先不提这目标鱼有多少件吼，光是寒流天钓鱼就够难办。眼看外面寒风刺骨，就怕这满腔热血的外景魂被风吹得魂飞魄散啊！就这么简单，一个树根，一个树枝，一条线，一个钩子，一个签，然后一点点那个虾肉，这虾肉，白虾肉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但我们要捅洞的。捅洞的，捅洞，就像鳝鱼一样捅洞的。10秒钟没有，我们就换个洞。放着等一下，没有再换。他那个冷的话，他就怕他不开。对不对？刚才大概往里面，对，你再从那个洞下去再继续爬。大概这样子往里面拉呢。对，有的话它就是它会一直吃啊，这种东西它。所以它不会放过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是不是有？是不是有一个卡一下？对。有一种香火的感觉。有一点。哎呦，姿势不错哦。姿势不错。都快试试看。这种洞哦，这种洞也很容易躲那种大只的。这种的吗？对。这种也会有。越不起眼的洞哦，其实它越有机会的。放深一点，尽量把它放到底。快一点表情到。真的有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不要紧张，它很贪吃，然后我们再试一次。敲。来，你先瞧好一个位置。你的姿势有点好笑。尽量让它放到底，脱了，中哇！真的假的？虾虎啊！耶！有，厉害，高手是可以的，对不对？我发现只要来宾来，钓的都会比我好。太晒了。呀，阿英啊，番茄啊。来，看看，番茄来。
从旁边慢慢的翻。好，出来了。哇！这尾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中华乌汤里，对，就是那个蟹。它这个跟那个什么泥鳅那种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。泥鳅是全部有黏液，但没有鱼鳞。哎，这个有，如果你躺方向的话，它还是有鱼鳞。最特别的是它的尾巴的后面，两边，都有那个都有点。有的话，量多的话，通常你那个在岩石旁边，你会完全看不到任何的小螃蟹啦，或者是虾子，全吃完了，完全都已经被它吃掉了。这么凶哦！哎，这个非常的凶。你看，老板，你看，哇，有，细的，摸看看，你摸看看。啊，这是倒刺，有，摸起来是不是很像那个钢刷？对。虽然冷冷的冰雨在脸上无情的拍，但是有仲宇表示有机会，相信提供跳拱狼坚持到底，总会轮到我吧。我每次跟你就是干龟啊，龟缸哎，每次上来就打龟。好，各有感应，小心，那种我看到那个有好黑的。老哥，你上来了！我也要啊！郭哥还好吗？还好。你看干嘛啊？郭哥，鞋子你看，整只脚都进水了。你要钓起来都还蛮简单的，怎么我好像感觉钓不到。我们不止没有，郭哥还入水，出现还下雨喽！来了，要撤喽！要撤了！对啊，下大雨了！雨又来了！容易呀，要带赛哎。这个有啊，让你拉，这个。我去搬开来，来啊，这个翻了，给你啊。好。等一下，没有。小心哦，你小心哦。有吗？哇！我刚才以为断掉，我不敢拿起来，我怕被4颗嘛。有啦！虾虎，我有钓到了。头很像，有点像那种什么弹涂鱼的那种样子，花纹非常的漂亮。它高经济价值的，真的补钙质啊。我没有打龟，那个都一直抖啊。你看那个抖，我一直丢啊。我钓到了，好，先撤，好不好？撤回安全地方了。先撤。它一直抖。我们先返回地球。耶！哦，赶快，撤！好。雨好大，下雨。海边的风不是开玩笑的。你不觉得牙齿会不自主的一直。哎，一心昂昂呢？你有擦腮红？没有冻伤。赶快去那个。先上车。以前我不是卡回来，你给我时间不够了。太熟了。上车。相信我，没几个傻瓜会挑寒流下雨天来海边散风啊！而这就是外景人生，唯有尝试不可能，才能吃到这座不简单的美味。这个是中堂鲤鱼，对啊，这个是虾虎都在一起。对。如何？好像比石斑鱼还 Q 哎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肉质很好吃，真的。你们吃鲤，我要吃这个虾虎。哦，肉好嫩，很嫩啊，有点小刺啊。像这种鱼，有人在比喻跟笋壳鱼，它还比笋壳鱼还弹牙一点。对，这个五塘鲤非常 Q，然后这个真的是在外面很少人吃过了，差很多哎。那个五塘鲤是很 Q，那个肉比较扎实，好像冰蒸过的哦。但是这个虾虎的那个鱼肉像豆腐一样啊，因为它那么绵密，它会把酱汁那个味道要吸进去。
一盘鲜甜 Q 弹的好料，简单却深得人心。难怪人家会说，跟对人不仅有口福，有时候他们还会化身英雄，拯救地球。我们的宋市长都亲临现场。 2、3年前呢，他就发现到说，我们的中山公园的我们的水池呢，里面有人放弃弃养了一些鳌虾，造成很快的就蔓延开来了。是。那他就很用心的把这些鳌虾清除掉，同时呢也放了一些螃蟹啊，对，要毛蟹吃的那些我们的这些鳌虾，对所以是一个生态的一个循环。结果呢，前一阵子居然有人把毛蟹都给捞回家吃了。真的，哎，那个是给生态用的，你们把它捞回家吃的，搞什么东西？捞回家吃了以后，哇，不得了了，我们的生态又开始那个鳌虾就没有天敌了嘛，就越来越多。所以真的，我又再拜托小四，我说小四你来拜托帮忙哈，鲁曼特工队来再一次出勤务一下，把我们这个可恶的鳌虾再清除一次，把这外来种再清除。对。然后这里是属于我们政府的地方政府的，啊，不得随意来捕抓，也不得来钓鱼哦。是，啊，我们是有经过委托的哦。我们里面有几米啊，很多人晚上趁我不在的就偷钓鱼，所以我们的几米怎么搞得越来越少？真的，朋友啊，不要这样子，冬天的进步，真的。不夸张，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住家旁的公园池，外来种的侵袭简直就是亲门踏户，不可置信。哎，这边有一只，这边有一只，他跳过来，等一下，先不动，他现在太柔了，在这里，柔太柔，这，我知道，哇，他弹很快，他弹很快啊，对啊，有吧？后面路有吧？有，怎么了？耶！哦哇！哇，好快！我帮他吸，我看到他已经往后弹了，就没办法了，他往那边去了。对啊，看你自己哦，轻轻的哦。不用太担心。哇！你看又爆弹，爆弹呢？有没有？爆到了！哇！这么小啊，这是中奖。等一下，快去。好。哎，好强哦！你们一直有，啊，你都没有装呢？你在干嘛？你在督导，你变督导哎！刚，我现在就跟你讲，我英雄无用武之地，我真的完全看不到。你完全没在这，哎，那边有一只，你在指挥他们2个。哎，大哥，这边有一只，这个人。哎，那边有一只，哎。拍到了。那边好像菜市场。那边老讨论安静一点。对啊，为什么？这里有一只小的，你看，这里网子开口向下，然后把它盖住，把它盖下去，然后它跑不掉的时候，它会往后弹，然后弹进去了，拉起来就中了。哦，这样子啊。没有，我在这里很小，很小。你没有看到那么小一个？对。哇塞，真的好小，你小拇指。任务很这个概念呢？哦。这个，对，因为我们要清除外来种，所以连那么小的也是要带走。对，也是把它带走。这里有一只小的，哇，你看这只，哇，这只超级小 baby。这只你如果抓得起来的话，我就说你厉害。OK， 下去了 ，again。这只我来处理啊，这只我觉得有点难度哦。啊，在这里。然后再打开哦，我准备了。哎呀，有没有看到？那是鱼吧？有一只更小的。哦，太好了，更小。真的，你看我没有骗你哦，你看我把它赶出来让你看哦。哇，那么小啊，这是中奖。跑去哪里了？有只更小的，比刚才抓到最小的那只还要再小。抓到真是功夫啊！那个全世界就知道我们是第一等的。抓到了！我们刚才那么吵，然后结果真的是在玩呢。没有啊，我们让我们安静的工作。哇！我们也有小的，也有这么小的。来，等一下，我先把水倒掉一点。对，比小的。你看我们的多小？你看这一只，哦，这一只最大。哦。
它的成体就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它这里会红红的，啊，这个不是硬的哦，哇，好软哦，很像你走路啊，还是脚起水泡的那种感觉。对。班姐别难过，今天任务是消灭外来种，所以不管大小，我们都双赢。虽然你无缘活逮大尾，但没关系，运气这回事，我有个开运小撇步带你改头换面，好运旺旺来。它这个呢很特别，我们叫碗面，碗面，因为一般讲台语啦，叫班丁。其实我没有体验过，我不知道。啊，真的啊，今天就带你来体验的。最正常脸一定会有的，对，然后还有腋下，对，女孩子人去一下腋毛嘛。想把那个周围的修好，啊，中间的要留，啊，不能给你剃光。你的腋下如何，交给我处理。讲到这位季啊，可是30多年的品质保证，收起刀落的瞬间，火力变身帅帅的大男孩。舒服啊？也没有。古早那个阿嬷讲，目睭好变红，就较袂疼。哦。变红较袂疼。啊，嘛是啊，街头换面，甲你搬到几号，你骗钱再去大堆。不一样啦，你看这里，舒服。舒服啊，真的舒服。对啊，真的。我那边叫他定金，我开始过品质，有些心看牛人那种好的哦，很快我不会，我一个人都20分。就是慢工出细活啦。对，你那个毛慢慢的去重新开始分析。好。比较好啊。对啊。班兵开运不只给你好运气，细致的手法简直倍儿棒。班姐，你第一次能遇到姐这款尬走的哦，有好气啦。中间要留啊，我中间要留。有，你就帮我修周围就好。做外面就对了。对，中间留着啦。对，中间留着啊。要围起来吗？哎，你要用那个，你不是要用那个线吗？用线比较痛。哦，线比较痛。真的假的？你的手可能要有人扶着，我怕会有反射动作。要关手，你要小心，你不要让他手肘直接定。会的，把它定起来。你慢一点啦。没啦，我一支要抓不会啦，一支。会啊！我听到声音了，我听到啪一声。帮忙阿姨把它呀！你还后面我抓不到了，下面。你再往后躺，阿姨要跟你一起躺下去。我很怕他手肘直接把阿姨订婚。那个女孩子蛮能把这那个不秀比较好看呐。女生也是这样拔。对呀，这样拔。它不会痛吗？长红线拔，那个太细的太短的，在我那个线。那个修的哦。这辈子没有被这样拔过，这种折磨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做完多少？啊打，还有多嘞，还有手啊！这样直接把那一只放下，他直接用手抓。哎，伊要是你用我夹那个拄掉啊！哦，要有一个，那个我去抓着是。你抓着小刚啊，你抓小刚，你抓小刚，捏他，你捏他，兄弟！哎呀，兄弟，加油！你要一个豆豆。要玩我的豆豆好吗？我一次拔那么多干嘛？还有几分钟？做一个人20分钟啊！好，来，大概只有5分钟，那5分钟就要解决我。外面的。我觉得你那个镜子给我看一下。好，你看一下，看得出来差别吗？跟他加你啊。哦，所以你刚很外围。你刚刚是玩在哪里啊？你说要一个爱心嘛。外面比较痛。外面比较痛哦。对呀。啊，中间比较不痛吗？那个弹性比较痛。哦。对呀。既然你有拔过这么多毛的女生？有那个女生那。早期老一辈是这样直接拔。阿媽就話錯點阿媽已經冇感覺。哎呀，啦，哇，谢谢你。好像电啊，
有点像被电电一下，或是拿那个小针这样刺一下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你握他的手如何？手都是湿的，都是手汗的。老花，满身汗，大冬天的满身汗。你要干嘛？你要烧啊？我要烧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他也要烧啊？我要烧。我天哪！加油！这么烫的铁，这样子烫它也不会痛。它稍微可能觉得稍微有点温温的。这样子哦。哦。我是不是拿反了？没有，把你稍微角度调整，然后往后拉。哦，我看不到啊。你要吹气，我自己吹。网络版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最感一定。他的手如何？手都是湿的，都是手汗的。老花，满身汗，大冬天的满身汗。话说季雅的手法是祖传3代的专业，在台湾这样的体验不是人人都有，更别说这位美甲师根本少见了。这是我们的今天的钉体师郭师傅。郭师傅你好。你好。哇，郭师傅握手，不一样哎。怎么说？很有力。很有力。像我在美国，我们有人来换那个马蹄，其实好像没有这么多给息耶。对啊，因为我记得他就过来，他基本上一个铁锤，然后一些钉子，然后我没有看到太多像你这个还有磨的啊，你这里。这是火吧？这是火炉。对啊，也没有火炉啊，他都没有这些东西，他就是过来把原本的拆掉，然后稍微刮一刮，然后敲一敲，然后再钉上去，就这样。应该是这么简单。其实有时候是看你的就是供需的关系，可能你的消费能力跟他的收费关系。哦，是吗？哦，然后每一个层级不一样。提到郭师傅，他是台湾第一个受邀当2020东京奥运的官方钉体师，在美国学了5年的钉体技术，职人专业全靠经验的累积。这样旁边你走进来也 OK。确定？对。可是站脚后面是最危险的，不是吗？他后面踢，不见得。我看他影片踢都从后面踢飞。他只要踢你在哪里都会不会踢到啊？所以不要想太多了。对啊，他可以前面站起来这样 K 你，没错。哦，他的脚是在地上怎么弄？你先顺的摸下来，顺的摸下来。还有的会乖乖的就抬。哦，那么乖啊！因为他们都教过，他们都知道。对他们常常哦。哦，教过。他就抬。他从小就会，正确的来说会从出生4个礼拜就开始教了。然后我们的脚进去。哦，我们的脚要进去。对，脚尖稍微内拔，然后你自己蹲下去，膝盖就会往内夹，就扣住了。可是你现在看他的体铁完整度蛮好的啊，还亮亮的啊，也不用也没什么变形啊。但是每4到6个礼拜就要换一次，因为它体会生长，它体会长长，长了之后它的平衡就跑掉了，指甲会长。对，因为我们找钉子很难，因为一开始你要用眼睛看，你要弯这么低去看钉子在哪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是再来就是把钉子敲直，这样不会痛吗？这样不会痛吗？不会啊，没什么感觉，他只会觉得有东西在敲击他的脚而已。那他不会觉得，你跟我敲脚就，会，甩开。年轻的马会，年轻的马。然后再拿这个，然后从后面稍微扣进去，往下压，扣进去，往下压。那很轻松哎，就稍微起来了。对，这个都是本来就长那样还是？没有，这是它磨损掉的，但是有些体铁会自己把它做这个动作出来，为了让你就像慢跑鞋有一些弧度哦，让你比较好运动，对吧？这叫鞋底的概念嘛，对吧？这是它的鞋底啊，你要照着马的脚的形状，然后再来你又要为了它的平衡，所以你要钉一双鞋子上去，你要考量很多的可能原因。
考量很多的情况去使用。有时候会设计出来提点是故意做斜面的，那是为了它的关节。哦，都可以设计。内侧就起来了。哦，好乖起哦。来了，我的脚进去。啊，脚进去，然后内八卡住了。基本上虽然动作没有那么流利，但是算蛮快上手，算很快，没有那么流利啊。找不到呢。然后拎起来了。这个蹲的动作比较累了。所以你就当做扎马步嘛。差不多。要蹲嘛难难。不错，他脚没有发头，很多人第一次蹲着脚在发头。慢慢来。哎，再后面一点。哦，起来一边了。又打。大接力一小。再后面一点。再后面一点，就是很顺，慢慢来。因为那个马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，或比较复杂的。有了。哇，可以放下吗？很快。放下。放下。哦，我的屁股。你的腰。他这样夹，把马匹的脚夹起来的时候，马的重量会故意丢给他吗？有的马会故意就是往你这边压的。别以为拆马蹄，接下来只要装新的就大功告成。No No No， 后面才是大魔王的开始。为什么这样收？这样比较稍微把那些脏东西弄掉，比较好轻松一点。哦，好臭，那个焦烧东西的那个焦味啊！可是这样烧它不会烫吗？没感觉啊，因为它还蛮长的。你确定它这样不会？它会痛，它会跑掉啊。因为你这样烤。哦，好脆哦！哇，你刮这么大力，你看它都已经刮到这中间已经有一点点红红的，这不是像是没有让它淤血啊？让它淤血，因为你有时候马在运动中，它踩到硬路，它就有点淤血。但基本上你看到都是它不会，已经无感了，已经是它已经很久了。所以现在刮到白白的位置都不是说剪指甲剪太里面的概念。这都还没，这都还没。还好我是拆题，这个比较难。以钉题的学术理论来说，修题是最困难的一环。理论攻守交换。我以为你要给我 high five。差一点点。然后你修完了之后，对，要开始剪。刚才那样不算剪啊，因为它只是把一些现在本剪呢，你看黑黑的那一群，你看这个黑黑的，里面也是黑黑的。黑色的这个是色素沉淀啊，马匹自己本身的啊，或者是因为你有一些钉子造成的化学变化。他这样生气吗？没有。哇，你要纠结。可能女孩子会比较理解这个啦，就是去美甲的时候要做的所有项目，现在只是把它变成放大版的，全部都用放大版。你怎么去看说你磨到什么程度是对的？这个真的要靠经验说真的。但是一开始也是要学一些解剖学的理论，然后一些比例学、几何学的理论。几何学都要，对吧？因为你骗人的吧？你想要增加自己觉得很厉害的？没有，因为你要看它的比例啊，然后那个比例，所以正常来说这匹马它前面就太多，然后后面太少，所以大家会说是6:4比，所以你要想办法把它改成5:5比或者是4:6。就像你穿鞋子，对，你前面穿很长，你还有抬脚吗？你一定会有抬脚，因为你走得很累。对，而这个是变成每一匹马或它每一个蹄都有可能不一样，每匹马对因马而异，然后马的视角也会不一样。其实有时候你有挖出黑黑的黑泥的时候啊，就有点像是在挖臭水沟的味道。那个的味道主要是来自于泥土啊，猫马塔的泥土啊，就像臭水沟积了很多黑泥一样。对，细菌跟霉菌的也滋生的臭味。其实会有像类似人类的灰指甲，就是马的灰指甲叫白性病啊、皮查克兰之类的，或者是瓦特丁尼这些东西。马的指甲也是这样一根一根的那种树状物的角质层造成的。是，所以你如果瓦特丁尼久了之后，它就会开始变得这样一束一束，就变青，也会一片一片的都会。
先从下面这样子啊，乖。重，慢慢的就好。其实要把脚放进去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对，裤子从这边皮筋往后拉进去一点。因为这个蹲是这样子，对吧？然后我先刷，要烧吼，把泥土刷掉，先把泥土刷掉。脚内翻一点，内翻一点。看你要不要烤一烤，会比较好修停。这要烤到什么程度啊？看到有点焦焦的，你不要移那么快。哦，我很怕它会烫。不会，它没有伤口，没有外伤，感觉不太大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烤久一点。可以烤久一点。就我感觉它的脚一直有在顶一下，顶我屁股。马都会稍微晃动。哦。哇，这已经变成咖啡。这样可以。那你要很小心，就很利哦，就不要太贪心，大概稍微用刀切的地方稍微削一点。哇，那个是力量。哇，这么硬啊，你的指甲。难怪要烤哎。你刚才切的时候，我看你一切就切下来。有那么硬吗？超级硬。节目效果。没有，真的很硬啊。我刚才想说，你一削一大片。对啊，那个师傅就削就没了。你这里在干嘛？你刚演的太激烈了。没有，是真的。哇，心惊都爆出来。但其实还好，没有很硬啊。哦，我知道你用前面这边去刮啦，这样就。哇，好臭啊！我没闻过这么臭的指甲膏啊！你要这样拉，你要很小心，不要把自己的手切开。也有人自己把刀子拿反了，把自己手按进刀子里。他是不是没送来啊？累了，他累了。对不起，动作比较慢。好，继续，加油！完了，我道歉。哇！客人不耐烦。他们说修我这个指甲怎么那么久？好酸啊！因为他应该也很酸，因为他的姿势已经蹲得歪七扭八了。没有，我觉得是我不会夹，让马也不舒服。你是用你的那个大腿肌的内侧肌肉在夹吗？果然，因为动作真的太慢了。好想看师傅在夹。对，抱歉。我看师傅来用，看是不是有同一个问题，有这个真的很难的，这个真的很难。哇！你拿不同一把刀吧？长得一样吧？没有啊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哇，感觉你要试看修这块吗？那你夹好。你夹。也是可以。等一下啊，那你不要修太多，稍微这样子就好。看那个角度又不一样。这要怎么？你小心哦。好。手不要碰那边。小心手啊！算了，我怕弄，等下捅起来太危险。哦，整片哦。这样正常的吗？还好啦。一开始你们在修的时候，很容易遇到这样的状况，修太久。因为马我也觉得很烦，没有用过这么久。这概念像女生修指甲，更像替运动员量身打造球鞋。凭经验和几何学的等等判断，拿捏每一寸指甲的比例，不仅要细心，还得胆大才行。哇，这个看不到人啊！超级烧焦啊！它这样子这么烫的铁，这样子烫它也不会痛。它稍微可能觉得稍微有点温温的而已。温温的而已啊。请问这个烧烤味会不会带回家？会。博成刚做的时候，他每天很不习惯手上的味道。都是那个烧完都给几滴。现在换我。你要烧啊？我要烧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他也要烧啊？我要烧。
我天哪，加油！看你怎么抓好抓。我等一下是要抓下面比较稳，但是会比较烫。好，抓发光的马蹄过来。好，我抓了马蹄，大家小心哦。要不然你就会这样烫的，真的烤到发脾气了。这样的哦。哦，我是不是拿反了？没有，把你稍微角度调整，然后往后拉。哦，我看不到啊！你要吹气，我自己吹。哦，要吹。你要不要吸气哦？然后你烫完之后稍微看一下，就是痕迹，平整的。然后那你要自己吹气。啊，然后不要吸，你只能吹，然后吹完就要闭气。你不知道我在听什么对话啊？好，我们烧这个马蹄的原因是干嘛？烧其实就是为了杀菌啊，增加密合度啦，然后再来是把它的毛细腺这样关起来，就是一个很传统的手法，就是看价钱分类，就像你去10度便当牛排有100-200块，去吃大餐厅的你也可以可以吃5-6千，吃1-2万的，也是都是牛排啊，是那个肉好不好吃啊，就是看客户的口袋愿不愿意对他的马多付出一点。就是这样子，比如说你在骑马，然后你一直骑马，我是一个俱乐部，舞动乐天，我就赢了嘛，因为你是冷静嘛，对啊，对吧？这个也会这个心态哦，真的，因为之前在美国公司会有那个互相骑马嘛，说我的马是给这个师傅盯的，我这个马是给你这个马这个师傅这不行。对。都有那个，因为他们会觉得不懂师傅不懂价格，不懂师傅，他会觉得这个师傅技术啦，师傅之类，类似觉得这个师傅是个名牌。对，因为外国人都喜欢把自己的名字当品牌。这个算是越野车队的概念，我们一路往东滨轮山上去。我们会俗称叫做越野溜滑梯啊，下雨的话完全抓不住，手好酸哦，有一种爬山的概念。对啊，真的，我在看的时候。我往那边死定了啊！对，我往这边好。你就看着自己的路线走。网络版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最感一定。从拔蹄、清理、修蹄、磨蹄到最后的钉新蹄，每个步骤都严格把关，毕竟关系的可是一匹马的健康。加油，最后了，最后了哈！头小心哦。好，头小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可以了。好的。CJ，Good job。现在换新鞋了。换新鞋了，对。前面我们弄了那么久，只换了2只脚。因为感觉出来他比较有点开始不耐烦了，对他可能想回家了。想回家。平常一匹马4只脚要换多久啊？正常情况下大概40分钟到1个小时。太棒了，还好啦，我们多1倍而已啊。对，那只换2个，单只换2只脚，还有2只脚。对，我们走之后，他们还要半小时把后脚弄完。小郭师傅常说，重视职人专业。对钉蹄师而言，被烫伤、被铁锤敲伤、被马踢飞是家常便饭。工作虽然辛苦，但坚持的理由其实很简单，只要看到马儿自在奔跑，一切都值得。也正因为从小对马有兴趣，才会开启他和钉蹄师的缘分。同样的，也有一群人和郭师傅一样，把兴趣玩出不一样的职业。车队的概念，没错。趁着风光明媚的好天气，好久没看到太阳，我们一路往东滨轮山上去。我们会俗称叫做越野溜滑梯啊，下雨的话完全抓不住，所以下雨天就不适合来这边。通常是在枯水期，我们才会来。雨下的时候就是比较少，对，太阳比较大，地都干了之后我们才会过来。没事，这个都很正常。反正我们等下走还是以安全为主。就是这个挡车魂，就是这个越野心，用2轮视野看台湾的美，很舒服啊！因为我第一次骑这样子，它虽然150，但比较轻一点车体的那个越野车来 off road， 所以也还在习惯中，就是车子比较轻的情况下，它的操控啊，跟它的抓地力啊，但很棒，今天天气又好。又没下雨，所以地面其实基本上你可以看到，它虽然有点湿气，但基本上都算是干爽的。对，然后虽然有一点石头啊，有点湿气或者比较滑的地方，也都算是平稳，我觉得很好玩。第一次这样骑，非常爽。
我全身都湿了。真的还假？这么快？太热了。我觉得是脑子在运动，一个脑子运动。就你不习惯啦，主要是刹车。你平常骑那种骑不是挡车，是2只手刹车，你现在变脚要刹车。我觉得上坡 OK 没有问题，就是下坡是最难的。哦，因为你怕下坡速度你控制不了嘛。对，下坡比较难，而且下坡你会习惯想要握左手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我要一直提醒自己。对，因为握左手会危险呐，就变空挡。我手好酸哦。手酸是正常的吗？正常的。哦，越野车就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。手酸是正常的，我还在害怕说我是已经老了，所以手已经开始有那个因为你会想要发炎了。控制那个因为石头比较大，颠簸比较大嘛，所以你会想要控制这个龙头。啊，你手会酸吗？还好。那因为我之前骑过，我只要控制，就是有时候，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后轮会滑一下，就是让它顺着出去，你不用硬抓死。天哪！对啊，最主要是车子轻啊，车子轻，龙头轻。你看，比方说你骑150，对，跟50cc，对，你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，是要习惯一下。但单点棒，第一次骑，真的。对啊，一路我看你都跟上。有一种爬山的概念。对啊，真的，我在看的时候。我往那边是定了啊！对，我往这边好。这个路线走。对啊，然后那个地有的地方是湿的，有的地方是滑的。对。然后你一边是石头，也是土，你就是跟爬山的概念是一样。就是你选你觉得安全的路线。对。选择路线非常重要。对，千万不一定要跟着别人。好，真不愧是武术家哦，知道要走自己的路。哇，我可以练舞。很美。那是日月潭对不对？对，日月潭，这就是日月潭。哎，直接看到那个拉鲁岛，直接远眺日月潭，拉鲁岛，赞！网络版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，就不会错过大奖的最新、最好看的最感一定。手好酸哦。手酸是正常的吗？正常的。有一种爬山的概念。对啊，真的，我在看的时候，我往那边是定了啊！对，我往这边好。你的路线走。对啊，然后那个地有的地方是湿的，有的地方是滑的。对。然后你一边是石头，也是土，你就是跟爬山的概念是一样。就是你选你觉得安全的路线。对。选择路线非常重要。对，千万不一定要跟着别人。好，真不愧是武术家哦。知道要走自己的路，没错，只要无所谓就能走自己的路。骑挡车好玩的就是独自享有自我世界，好好放空，享受当风一样的男子。哇，我可以练舞。很美。那是日月潭对不对？对，日月潭，这就是日月潭。哎，直接看到那个拉鲁岛，直接远眺日月潭。拉鲁岛，哇，赞！我天哪！你看一览无遗耶，因为它这边刚好是这一条路线，这是这边的最高点了嘛？对，最高点了。最高点。你看班杰第一次，他也可以直接就是稳稳的、慢慢的就上来了。我觉得天气好还有机会，如果下雨的话，其实我打滑很多次。对啊，我是刚好滑了，然后再加速看看我们救自己。然后加速要抓紧机会，因为有时候弯啊，你过去就下去了嘛。对，是有一点点的危险，还是要一点技巧在里面呢。当然主要是没有下雨的状况。当然，对，没有下雨的话，这边就很安全。如果下雨的话非常危险。对，而且我们会俗称叫做越野溜滑梯啊。下雨的话完全抓不住，你的轮胎又一直倒，一直不停的打滑。你前后轮一起刹，就变溜滑梯直接溜下去。所以下雨天就不适合来这边，通常是在枯水期。我们才会来，雨下的时候就是比较少，对，太阳比较大，地都干了之后我们才会过来，对不对？那真的是幸运了。是啊，对，它就有下雨跟没下雨的等级会从1级到10级，对，直接到恶魔级了。到恶魔级，对。网络版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，就不会错过大奖的最新、最好看的最感一定。
话，这边就很安全；如果下雨的话非常危险。对，而且我们会俗称叫做越野溜滑梯啊。那真的是幸运了。是啊，对，它就有下雨跟没下雨的等级会从1级到10级，对，直接到恶魔级了。到恶魔级。对。旅行有趣的是，只要达人带领，就能透过他们的视野发现不同美好。而这些美好不只有美景，更包括可爱的人情味、坚持的职人魂。感谢老天让我有机会参与他们的生活，更谢谢他们的分享，让更多人知道台湾不一样的故事。